我们讨论所有虚无缥缈的题目的时候，最后都是为了落实到真实生活来检视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是我对这个题目的态度。所以我现在开始讲为什么反对长生不老。Birthday Girl 范甜甜小姐，这个是一个什么？粉笔擦。粉笔擦。这个粉笔擦如果变成了100倍大，它变成什么？大粉笔擦。大粉笔擦。巨型粉笔擦。谢谢你回答我。一个粉笔擦变成100倍大或者1000倍大，它就是一个大粉笔擦或者更大的粉笔擦。我们人类从100岁变成1000岁，变成10000岁，我们还是人类，我们不会变成神仙的。谁告诉你长生不老会变成神仙的？所以脑限制，这就是要开脑限制，对。所以刚才呢，甜甜的表现刚好。因为他今天过生日，我不应该扫兴啊。他爱当神仙就当神仙吧。可是刚好就是因为长生不老失去了时间的限度之后呢，他们会不得已寻找一些不属于人类该有的狂想，比方说想象自己是神这件事。你这么博学，你读过希腊神话吧？希腊神话里面是神仙吧？神仙他们怎么了？他们痛苦不快乐。变成别的东西，做尽所有坏事。为什么希腊神话会长成这个样子？因为希腊神话是人写的，希腊神话不是神仙写的。我们人就只能想象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写希腊神话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人的七情六欲，我们想不到神仙那块，因为我们不会变成神仙。所以长生不老只是一个粉笔擦变成100倍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会变成活很久的人类，我们不会忽然质变成了神仙。你可以相信神话里面，白蛇会因为活1000年变成了人类，乌龟会因为活1000年变成了人类，可是人类活1000年还是人类啊！我们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回事情。马东刚才讲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说如果有时间，他想去探索时间的源头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长生不老之后探索得到探索不到，可是我担心的是你承受不了。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教父》的导演 Francis Coppola， 他有一次被人家问说，如果你跟浮士德一样，你可以跟魔鬼签约，把你的灵魂卖给浮士德，然后浮士德答应你一个条件。科波拉导演，你要什么？科波拉说，我想要全宇宙所有的知识。然后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说，可是我恐怕承受不了。你可以得到，可是人类承受不了。你可以去掉你脑部的限制，你未必承受得了。所以马东如果有空去探索时间的尽头，探索成功后，发现时间是这么回事情，是否承受得了，这个要再商量。我就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哈，我刚好是因为人生有限，我才不敢常常拖延，可是我还是很爱拖。我现在如果人生无限，我拖给你看，我一次奇葩说都不会来录的，你一集都看不到。我永远都在想说，干嘛这礼拜录啊？为什么不800年以后再录就好了？就是，然后呢，观众不会点击看奇葩说，为什么？因为他会想说，放在那儿又不会消失，我2000年后再看就好了。我先看《盗墓笔记》吧，然后我再看超模的节目，我都看，反正我们都是爱奇艺的。你没有时间限制，你不会做抉择。我看过一个吸血鬼的电影，那个吸血鬼望着人类，然后旁边一个吸血鬼来问他，比方说侯佩岑跟我都是吸血鬼，侯佩岑问我说：“你作为一个长生不死的吸血鬼，你干嘛那么爱人类啊？”我就回答侯佩岑说：“你看他们每件事都那么着急，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就是。”着急是他们羡慕的事情，时间有限，你才急着去做。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们活着老是在抱怨没有意义，每天上班好辛苦有什么意义？结婚生子照顾小孩好辛苦有什么意义？我们很喜欢讲没有意义，直到哪一秒钟，我们忽然发现每件事情都有意义。就是我跟你说，你有一天会死，你忽然醒过来说，现在做的每件事都太有意义了，吃汉堡也有意义，养孩子也有意义，把屎把尿孝顺父母都有意义，因为你不做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反差变成100倍大，他不会满意的。他会说：“我要变1000倍，你给他变1000倍。”他说：“我要变10000倍。”所以今天博邦尼讲话的时候，我特别要制止他的原因是，百邦尼跟我一样是作者，我们写作的人永远都要想清楚我们为什么创作。就是当你故意美化长生不老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太天真了。你刚刚说我们会享受那个过程，我们不会的。你一颗糖放在嘴巴里面10分钟，你也许觉得甜；放200年，你还会觉得甜吗？就是那太可怕了，那糖就整个烂在你的嘴巴里面了。所以我很怕这种鼓吹说啊，那我们100岁不够，我们活200岁好不好？那我们的节目做不完了，我们下次会做，那我们活350岁吧。那接下来800岁，2000岁。我们最后就会变成长生不老的人，长生不老解决不了我们现在的问题，所以不要故意把一切的问题丢给我们现在时间有限。秦始皇活了50年而已，你看他做了多少事？你站在兵马俑前面的时候，你会赞叹说，这恐怕是所有皇帝当中效率最高的一个皇帝了。他最渴望长生不老，他离长生不老最遥远。他那么短的生命，他做了好多事，他不优秀吗？生命的有限，把他所有的能力都逼出来，他才在1秒钟间燃烧、绽放光芒。所以，会绽放光芒的生命是有限的生命。越挫越勇，拼了！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儿。首先呢，长生不老本来就是我们全人类最美好的愿望，以及科技和社会进步的体现。比如我对马东老师说：“马东老师，祝您长命百岁，福如东海，越活越健康，越活越年轻。”什么叫长命百岁？不是算命的说我124岁有个坎儿，那就在我长命100岁哪够啊？100岁吧，虚数。总之是祝他长久，对不对？我们都是这么去想的。而且啊，我们科技进步也在帮我们实现。所谓长生，就是寿命延长嘛。我们现在的医疗技术让我们的寿命比过去长了20年、30年。所谓不老，大家都会用化妆品，对不对？都会用保养品，对不对？我们所有人都会这么去做，可见长生不老就是件好事儿。大家嘴上说不喜欢，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嘛，对吧？所以啊，长生不老，我们美好的愿望。但对方会说，你不就怕死吗 ？No No No， 我承认我怕死，但是比死亡更让我恐惧的是病痛给数千万人带来的折磨。长生不老不是百病不入，但至少啊，我们可以排除一些老年病。我查过呀，老年病有非常多，28种以上哈。当我看到老年痴呆症的时候，它的症状包括语言轻浮、长期重复做一件事情我就想起了一直在敲木鱼的马东老师。所以我们现在发现一种病的药，都是件好事儿。长生不老治了28种以上的病，为什么不是件好事儿呢？当然，大家的顾虑就是长生不老会有2点：第一个，活太久太无聊；第二个，人太多挤不下。这2点大家也不用担心。首先，第一，活太久太无聊。过去人们只能活到45岁平均年龄的时候，他们甚至想过活到80岁干嘛呀？活到100岁干嘛呀？我们现在不都活得好好的吗？等到将来我们人类可以活到300岁、500岁，甚至长生不老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现在我们很可怜，所以不用担心。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觉得活太多了，人太多了，挤不下。今天我还专门戴了一个帽子这是一个宇航帽。各位，我想说长生不老，我们第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移民到其他星球。科学家已经发现5种以上的星球人类可以居住，但问题是跑过去至少要500年、600年，我就死在路上了。但如果我长生不老呢？今天长生不老，明天就探索浩瀚的星空，不是开玩笑，这是实实在在的不带脑洞的问题。非常感谢，谢谢。刚才听他讲话的时候，我想也不用等到长生不老，就现在就把他送到外太空去就好了。这个反方，咱们孩子先来嘛，小朋友先请。你长个了。会不会到这集结束的时候他变很高啊？对，关键是这集结束的时候，永开都开始长胡子了。开始。其实艾利哥说的还是有一点点点的，就是他告诉我们，人类其实是向往长生不老的。的确，为什么？因为我们怕老，每个人都怕老，我们害怕老去之后皮肤会粗糙，害怕我们体力会衰弱，害怕我们脑袋会迟钝。所以听到长生不老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种棒棒打的感觉。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老其实给予在座各位每一个人一个莫大的好处，就在于它使每一个年轻人都有上场的机会。什么意思？现在大家小的时候都曾经跟妈妈有过这样子的对话，跑过去，喂，妈咪，妈咪。你们这边不用这么入戏，干嘛呀？这是。给我讲完。妈
妈咪，话说那个迈克乔丹他打篮球打得好好哦，我是不是以后也可以跟他一起上 NBA 嘞？对啊，等以后你可以长出胡子的时候，个子也长高了，就可以上了。耶！你也不看你爸那个儿，你长不高的。等等，对，只要等我长大了，我就有机会上 NBA 了，只要我肯努力。可是假设现在长生不老，妈咪，话说。迈克乔丹打篮球打得好好哦，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他一起上 NBA 嘞？你永远都没有机会，因为他永远都不会老，他永远都称霸，你知道吗？而且你身边科比那些人都排着呢，别瞎想了，老实在家待着吧。大家发现了吗？在我们现有的生命体系里面，任何领域的强者，他们哪怕再强，总有老去的一天。等他老了、退场了，我自然就可以补位上场。可人们一旦长生不老了，不好意思，任何领域的先贤，他们只会不断累积越来越多的经验。我们后人在我们出生的比他们迟的那一刻，就注定了我们一辈子都赶不上他们。这时候大家就会想。可身体我们是第一批喝长生不老药的人呐，我们可以不断累积经验，一直不断变强，应该很好啊。不好意思，大家想想，现在迈克乔丹他打篮球打到40多岁，说他想要退休，我们会惋惜，可是我们会苛责他吗？不会，毕竟人家老了嘛。再来，迈克乔丹今天还活到50多岁，他说我想要打一打复活赛，就不小心输给了 Kobe Bryant。我们会觉得他不配当篮球之神吗？也不会嘛，毕竟人家老了嘛。所以大家发现没有？你不要这么讲啊！这孩子是在嘲讽自己的爸妈吗？对呀，没啦。所以大家没有发现没有？老使我们每一个人的退步可以被原谅。假设今天长生不老，迈克乔丹打篮球打了500年，结果他说我累了想休息，粉丝给吗？粉丝会想什么？你还这么年轻，你怎么就不打篮球了呢？哦，你是不是怕被 Kobe Bryant 超越呢？你这个孬种！我配！然后结果迈克乔丹真的退位了下来，然后等了10年过后，他觉得寄养，他想要重新上场，结果不好意思，他不小心输给了后起之秀，可能麦克马东什么的。这时候大家会怎么想？你还配当篮球之神吗？你打篮球打了500多年，你竟然输给一个打篮球只打10年的麦克马东，所以把你从神坛里面打下来。发现没有？长生不老，乍看之下给我们永远战斗的机会，实际上它剥削了我们退步的理由，剥削了我们退场的台阶。所以。老天爷给我们一个会老的生命，原因就在于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时代。恰恰是因为我有我的时代，所以我有属于我自己的空间以及希望去绽放。也因为我有属于我的时代，当我完成了我时代的任务以后，我可以安心的退场。假设今年长生不老，不好意思，你早出生，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什么？是战斗。你后迟出生，你的命运就注定是什么？是休息。这是一个2败俱伤的局面，最后大家只能够做什么？跑过去撞火车咯。所以，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辩题，虽然是有一点像科幻片，可是有现实意义的。恰恰是因为你知道不老的可怕，你才会珍惜上天给你一条会老的生命，在你有限的人生里，尽可能去迸发属于自己的精彩。谢谢。这个熊孩子在最后一刻征服了我嘛。啊，没有，这孩子讲的是你的是长生不死的概念。如果这个人不死的话，我们会有这些问题；不老的话，好像不会这个问题吧？看勇哥对吗？好像我们中文说长生不老就不死了，它就跟棵树差不多的意思吧？对，就是差不多。你有本事你就一直长吧。对，除非有火来烧你了，那你被烧掉。哦，就外界的可造成，但自己不会死的，永远活下去的。对，要不要改立场？不是，来嘛，来，不是，我觉得 OK。你知道吗？就是如果你真的有那么长的人生，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规划，就是即便你跟一个人分手，即便他结婚，你也结婚了，但是你以后还有机会重新再跟他谈一次恋爱。就是啊，要转一圈嘛。你说是吗？这就叫什么名字？叫周而复始，没有结论，周杰伦。我们
们要提到这个人的名字吗？不会啦，谢谢他，大家才记得我。啊，怎么这样讲怎么呢？对呀？怎么会这样呢？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马东他就只记得你。对对。好，这个正方是谁？啊，白邦尼啊。如果乔丹活500年，为什么一定要打篮球啊？他可以去打高尔夫啊，打遍所有的球类。退场的理由不仅仅是因为他衰弱了，他实力不强了，完全是可以，我热爱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在另外一个领域重新出发，也是一个很赞的理由啊。然后刚才侯佩岑小姐说了一个词叫自然常理嘛，自然常理其实是在变化的，就像我们人类本身，我们也在变化。我们一起回想一下200年前人类是个什么样的生存状况。我们只有40-50年的生命，12、3岁就要结婚，14、15岁就要开始生育，自然谈恋爱，晚婚晚育这件事情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时间太少，来不及呀。我们再往前倒回千百万年前，我们是山顶洞人的时候，我们只有20年的生命。那是什么样一个状况？就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的时候，就会掏出一根大木棒把你打晕，拖进山洞，因为他时间更少，更来不及。然后要这么直接吗？然后直接掏出一个木棒打晕，拖进山洞。好，自然常理让我们人类啊就是这样不停地在演化。我们发现有一个这样结论啊，就是说作为人类这种动物啊，我们当我们的寿命越短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多的时间用来繁殖下一代；而当我们的寿命越长的时候，我们用来干嘛？用来充实我们自己，完善我们自己。好，回到现在我们的人类，我在想一个问题：其实难道不是我们仍旧处在那种时间太短，但是来不及这样的一种焦虑中吗？我们每个人难道不是被催熟的吗？就像一颗水果，其实你还没有准备好瓜熟蒂落就被摘下来，把你放在一个箱子里，给你打了很多化学药品，然后把你摆上货架吗？在我们12岁的时候，其实还在享受童年，别人就告诉你说你已经是一个少年了。当你18岁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学什么，高考、一考定终身。在你22岁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太明白自己到底想去干什么的时候，把你推向社会。25岁的时候，其实你也不太明白婚姻是什么，爱情是什么，责任是什么的时候，让你结婚生子。如果到了30岁，这些你都没有做好，像我这样，就有一个词来形容你，叫大龄剩女嘛。你是被时间所剩下的人，因为时间太短，来不及嘛。每次听到大龄剩女这4个字的时候，我都会不太开心，我会有一种疑惑，有一种疑问，就是为什么我的生命是由别人来催促、来决定、来选择？为什么别人体验代替了我的体验，别人的感受代替了我们的感受？我们活到现在，有无数人跟你说，你要找一份靠谱的工作，否则你老了以后怎么办？你要忍受你那个糟糕的伴侣，否则你老了以后怎么办？你一定要在现在有一个小孩，否则你老了以后怎么办？不荒诞吗？我们为了人生最后的20年，那个基本上生活质量最差的20年，就付出了我们的整个一生，要去过一种极其保守、极其小心翼翼的缩紧成一团，像一把雨伞一样的生活。所以，如果能够长生不老，我们打开脑洞，它意味着什么？不是贪婪啊！我想说的是，意味着人类第一次，你可以把自己从死亡和衰老的阴影中解放出来。可以从生存和升职的焦虑中解放出来，人可以第一次骄傲地说：我的生命节奏我来掌握，我的生命内容我来掌握，我的生命质量我来掌握。在这个时候，你没有人可以催促你，没有时间可以催促你，你也不会去催促任何人。我们人类终于活成了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生命。第二点就是，如果能够长生不老，又意味着什么？我想，也许长生不老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当长生不老发生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我开了一个脑洞，我想了一下就我们奇葩说从第1季到现在为止的所有辩题，大家想一想，你选大城的床还是小城的房？你30岁的时候要去选择理想，还是要去做一份靠谱的工作？你爸妈催你结婚是爱还是变态？所有这些问题，它其实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就是那个时间不够，来不及啊！因为时间的成本太昂贵，你犯不起那个错误啊。而如果当时间不再是成本，我们有无穷多的机会可以去尝试的时候，意味着什么？我们不用讨论这些问题好不好，要不要，对不对？我们只想问你：你感受过吗？你体验过吗？你尝试过吗？
然后在那个时候，我想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就是我们不用再去那么保守，为了防老活得像一把雨伞，我们可以把自己尽情的撑开，我们可以去享受、去尝试、去创造，然后活成勇敢的、闪闪发亮的生命。谢谢大家。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其实这个人今年140多岁，你们信了吧？他哦，齐溪了，就是你齐溪。琪琪帮你。邦尼，你说你我甜甜，我们3个都作为剩女，我们3个都过了30多岁，没有嫁出去，这个时候会被人笑。那么，如果我们活了3万多岁还没有嫁出去，那些笑我们的人会不会笑得更开心？不一定啊，我觉得其实当长生不老的时候啊，人们其实会变得更加宽容和平和，我们能接受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选择。就像现在啊，我们觉得出柜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如果当繁衍不再是一个问题的时候，出柜也会被大家接受啊。所以各位发现了吗？邦尼提出的点是，当我们变得宽容的时候，一切问题都不再是问题。长生不老是否必然导致宽容？这是一件需要被论证的事情，是，对吧 ？OK， 我再问邦尼第2个点，你说啊，水果太早被摘下来，这个时候生涩不好吃。能不能反而论证，一个水果一直放到烂，你吃进去的时候就会超级爽呢？长生不老的时候，我们不是一颗即将腐烂的水果，我们是一颗永远新鲜的水果。不，邦尼，你要知道，早和晚一定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意思呢？你用早来论证不好吃，实际上它的切入点是什么？是短嘛，对不对？很短就被摘下来。可是你很长了之后，能不能解决短的问题？答我这个能不能？不一定，但是我想回答这个问题，能还是不能就好，很简单，没有任何陷阱。不一定。所以 OK， 所以你们看到了吗？邦尼给我描述了一个不一定的乌托邦。我的知识到这里结束，非常感谢各位。哇！好吧，你这个蔡团长，你想骑谁？借我骑一下好不好？可以。被他骑很开心。百邦尼本来用很理想的话语感动了很多在场的人，可是因为他自己提了一个特别自相矛盾的词，所以我忍不住只问这一件事，所以你不要太紧张啊，我只问一件事。因为刚才你说了一个你是被人家催熟的，我就在等你们这一组人什么时候用出熟这个字。那你告诉我，在长生不老的境界当中，你是打算活几年的时候开始熟啊？我觉得这就是长生不老的妙处啊！是3000岁时候熟，还是3万岁时候熟？我觉得这就是长生不老的妙处啊！就是这就是长生不老的恐怖之处，就是你失去了一切的坐标，你不知道你漂浮在茫茫的大海中的哪一个点上面，你根本不知道我该熟还是不该熟。你的人生永远都可以无止境的一直青春下去，到你不晓得为什么要熟，然后你就失去了一切追求人生的意义的原因。所以你刚才由那个不知何时熟导向最后说我们能够活出闪亮的生命，在我听起来是一个最可怕的预言，就是你活不出闪亮的生命，因为你连熟都熟不了啊，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熟啊。非常好，非常好，康永老师讲得非常好。但是我想厘清我的观念，可能那个词我用的方法不正确哈。但是想回到我们的观点，就是我们认为为什么长生不老好，是因为你能够掌握自己的生命节奏，就是说不用别人来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成熟，而是你自己来告诉你自己什么时候我的心理是成熟了，我的心态你又用了一个词，就是节奏。你知道，如果有一首歌从第一个音符到最后一个音符永远都不结束的话，这首歌是没有节奏的，就是它就是这样下去。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也许会有一种使命感，我想把我想尝试的事情做完。如果等我把我尝试的事情做完，我觉得我的使命达成的时候，我有种圆满的 finish 的那个感觉。你为什么认为这不是贪婪呢？你想把所有你想做的事情都做完？人类就是贪婪的呀，因为贪婪。刚刚说你自己不是贪婪的，你现在又说人类就是贪婪的。康永老师太厉害，我无法替那个邦尼来回答康永老师的这一连串的问题，但是我当时一直在想，就说如果我们没有熟，但是在我们的审美领域内，我们到底有没有相类似的东西？我们说开天辟地之后，中国人说天长地久，我们说青山不老，为雪白头。我们不知道青山何时所始，
又何时所终，但不耽误青山在我们心中的美。我觉得这很重要。好赞哦！所以如果我同意马东老师的说法，对，我不再打岔，因为我真的讲太多了。所以如果博邦你刚刚站起来说，我向往长生不老的境界，因为我会像一座青山，什么都不做，永远都存在那边，我就不会吵他了。可是他是要做所有事情，他可不是青山哎，他忙死了，他要做流水，他要做白云，他要做露珠，他忙得要命的啊。好了，我不吵你了，对不起啊。没事没事，谢谢老师，很开心。好，邦尼请坐。让我开学了。哦，家长出来了，家长出来了。爸加油。刚才邦尼讲了一个观点，我还是蛮动心的，就是使命感。我们人生在世都有很多的使命，不过我想请大家想一个问题啊，有哪一项使命是需要长生不老才能完成的？没可能。如果你的一个使命你需要长生不老才能完成，对不起，你没天赋。比如说，我有一个使命是说服大家，但是马老师你要给我永恒的长生不老的时间，那说明我不可能说服你们嘛，对不对？所以使命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好 ，OK， 那再来讲一个情感啊，跟我们的生活比较有关的问题。其实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就是有限的生命的确对于我们的人生的快乐是一种限制。可是不好意思，有限的生命同时也是对于我们人生快乐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像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空气对它是一种阻力，可是空气难道不是飞机能够飞到天上的前提吗？我再说一个更浅显的例子啊，大家都有钱，每一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的钱有限，每一个人都会不高兴自己的钱有限。钱的有限性是我们享受钱的欢乐的阻力和限制，对不对？好，我们反过来想一想，那假设钱无限呢？我不停地给你印钱，那钱就不值钱了吗？所以钱的有限性固然让我们愤怒、生气、不爽，可是钱不能够无限，因为金钱之所以有价值、之所以值钱的前提是钱的有限性。欢乐也是一样啊，为什么？欢乐它一定是这个事情对你来说有价值、有意义，你觉得有意思。有意思的前提是你觉得这个有价值，而价值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是稀缺的，而一切稀缺性的前提就是时间的稀缺。如果时间根本不稀缺，就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的重要性，也没有任何的欢乐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茶道里面有个观点叫做一期一会，就是一生一次的意思。如果你要真心的去欣赏茶的芬芳、茶的甘甜，你要欣赏茶道的美，你必须有一个觉悟。这个觉悟就是这一次的享受，一生只有这么一回，它不可能无限的供给你。快乐的前提是你要感恩于生命的有限性。古罗马人的宴会上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惯，就是把骷髅这个死亡的印象印在我们的杯子里，印在我们的墙上，甚至把一个真实的骷髅拿给各位宾客去看。他不是为了吓唬你，他是为了提醒你，如果你不能尽情享受你的人生的话，你要知道死亡是在那个地方等着你，生命是有限的。所以我就在这里希望大家好好的去想一想我们刚才所领会的所有这些欢乐。谢谢各位。谢谢。周天一说的绝大部分我都同意，但是你用了一个不好的前提，你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些工作是要怎么样？无限的时间是无限的时间的。如果给你无限的时间，你还做不完，说明你笨。其实我不知道你看不看科幻小说哈？对，你看不看《三体》？你看不看《星际穿越》？我觉得，就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人生的意义里面至少有一件事情，就是去探索时间的尽头。这件事情需要我们长生不老。对，如果真的我们具备了这种能力的时候，我们可能打破我们这个有限时空里面的所有物理规则。那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情。好，该谁了？甜甜姐。哦，对不起，甜甜。哇！垃圾！实在是等了太久了，我第一次做结辩啊，等这么长时间，把我等的心。你第一次做什么？做结辩。好，对不起，我听错了。OK， 你结辩吧。我等着啊。今天是我的生日。Say to you。可是过完30岁生日以后，我就不想再过任何一个生日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已经老了。
这不是我自己告诉我自己的，是大家告诉我的。我已经老了，凭什么要你们来决定我老还是不老呢？是不是？所以昨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一个人的时候，特别的感伤，就是很想哭。可是我不要说让我活500年了，我相信每一个在场所有的女孩子、所有的男孩子，90后都被说老了，已经。凭什么我们被说人家老了呢？不要说给我500年，给我1亿年吧，让我再多活得久一点。为什么？因为我们老的实在是太快了，可是我们聪明的实在是太慢了。这2点是不平衡和不匹配的，你们不觉得吗？我发现你的灵魂越来越优秀了，可是我的肉体越来越腐朽了。这2样东西也是不匹配的，你们不觉得吗？有的时候我在想，我的脑子里，你们要说开脑洞，我们大家说，我们人类的大脑容量其实只是开发了0.几%。照理说，如果把我们的脑容量全部开发出来的话，大英博物馆所有的书从第1本读到最后1本，从最后1页可以背到第1页，这就是我们脑容量既定了我们的身体。可是为什么神给了我们一个这么大的脑容量，却给了我们一个有限的生命？你们不觉得很可笑吗？我们其实就是神的一个实验品，就是这么简单一件事情。人的一生是这么的有限，可是我的好奇心这么的强。你们今天看到我范甜甜在这里，我放弃了这么多东西，说了那么多的故事，为什么我想做个演员？我想做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我要穷尽一生，说不定都达不成这样的一个目的。我范甜甜到今天还没遇到我的一生之爱，我已经马上就被剥夺生育的权利了。你们不觉得长生不老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 ？No， 我不再 care 了。No， 我不再 care， 因为很简单，马上。康永哥，我就要告诉你一个道理：当你们全部都选择去不长生不老的时候，我非常感谢大家。这样，只有我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话，我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神。只有我一个人长生不老，我当然就是神呐！很简单一件事情，我可以参与所有故事、所有历史进程，我可以见证所有的一切，而且不要跟我说什么小情小爱，我的爱人会死，我爱的人会怎么样。我活100年，我的爱人也会死的。我活了100年，我爱人还没见到呢，是不是？说不定我的爱人在500年以后才出现呢。为什么剥夺我爱的权利呢？好奇怪的一件事情。长生不老有什么不好的呢？我说白素贞，你什么时候结束啊？特别想当白素贞。白素贞才活了1000年，500年的是小青，还修炼了没有得到。当我范甜甜成为了一个神以后，小情小爱算什么？我大爱，我爱全世界，我爱所有的人类。你们都不愿意死吗？是不是？可是我要担心的什么东西啊？我考虑是第一，要把我的脑容量，把我的脑射线首先就要打开。你不是都把我的脑限制打开？结变了吗？对啊。没事，你继续打开。今天是神啊，你不要吵他。不要吵神啊！不要吵神，你很讨厌啊！不然我就亲掉你。当我的脑射线被打开了以后，也就是我们说的脑洞全开了以后，我可以控制我的身体，我可以控制时间，我可以进入第4维度，我会带领我们全地球所有的生物离开这个地球，我们闯去宇宙。世界太大了，让我们从一个 limit 变成一个倒过来的8，变成 infinity， 变成无限大。当世界成为无限大的时候，你们知道什么东西吗？叫一切皆有可能。佛说我们在10方世界有11个维度，维度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看见我成为医生的时候什么样子，我看见我成为 nurse 的什么样子，我看到我出轨的时候什么样子，我可以看到一切皆有可能。你要是看到的全是出轨呢？出轨在那个时候也不是什么事儿了，就已经那个时候你知道，在这个什么都不是事儿，什么都已经不是事儿了。这个时候我要想了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当我成为神以后，我要如何的去爱戴我的子民们，如何让你们各种各样的歌颂我？哎呀天哪，我将永垂不朽啊！寿与天齐啊！这个就是什么？就是长生不老的好处。还有一点，如果整个世界跟我一起长生不老也很好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此时此刻这1秒钟，欢迎来到众神的殿堂，我们此刻就已经成为天堂了。欢迎来到天堂。甜甜，什么地方人长生不老？什么人不能不死不生病？那是天堂啊！天堂有什么不好的？甜甜，哎，你是不是停药了？
我刚刚说了，我要做一个演员，要穷尽一生，我还没讲完为什么。其实我在做饭方面也非常强，非常厉害。我是一个很会做饭的人，是不是？可是我花这么多的时间去成为一个演员的话，我哪有时间去做饭？成为不了我的理想，我的第二理想就失败了。很多人选择权也是这样，跟我说，也许说不定马老师是一个特别好的木匠，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老在这里收钱，他老在乎钱的事儿。当世界成为 infinity 的时候，钱算什么呀？这个就是我做的。啊，欢迎志寻，谢谢。好，你请坐吧，谢谢。结辩。哎呦啊，结辩啊，你也结辩了。对，我也结了。对，你们两个都先后结辩啊。我谢谢你。实际上，甜甜讲了2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个人的长生不老好不好？他认为超级好，因为会成神嘛。但是你会发现，主流宗教中的神，比如说基督教，他要干嘛呢？圣经中有写，他们按照他们的样子创造了我们。什么意思？神是很孤独的，所以神要教化世人，这是为了解决对他来说最致命的孤独。所以神是不快乐的，孤独，所以一个人成神不好。所以这个时候甜甜提出了第2种观念，叫我们大家一起成嘛，对不对？我们一旦长生不老，我们就成神了 ，OK， 我们就进入4维了。而大家知不知道4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时间成为一个刻度，它就是你生命中长宽高的一个刻度。意味着什么？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你同时活在你的童年、少年、老年、青年，时间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你同时可以做木匠、敲木鱼、做皇上、唱歌、演戏，你同时成为好人和坏人。所以这个时候，由于好坏的同时发生，所以长生不老是处于一种既是坏事又是好事的状态，叫量子态。明白了吗？所以甜甜通过4维，你们也是论证不了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的。OK， 好，下面我讲讲长生不老真正的坏处什么。刚才玄毅讲，货币通胀是一件坏事，所以你不能因为钱少就去滥发货币，因为货币通胀超可怕，对不对？好，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不要因为时间少就去引起时间通胀。时间通胀的可怕之处是在于，它使我们生命中的一切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人间三情，亲情、友情、爱情，当你长生不老的时候，通通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为什么？因为你跟你的父母之间的感情，我们经常说子欲孝而亲不待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总有一天你的父母会离开你，所以你格外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可是如果你们同时长生不老了，你根本不会像你幻想的那样常回家看看。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时间是无限的嘛，你们在探索外星嘛，你们在征服宇宙嘛，你们在完成200多个人生梦想嘛。你觉得10000年妈别急，3000年前我给你打过电话的，亲情会消失。我为什么我说爱情也会消失？很简单，因为人海茫茫，在我短暂的一生中遇到你多不容易，所以才天雷地火一刹那嘛，所以才会你是天空中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我的波心嘛。可是长生不老会带来什么？你是天空中的一片云，老投影在老子的波心，都形成了我的心理阴影。我们结婚的时候许愿说什么？我爱你一生一世。我们骂人的时候说什么？我诅咒你永世不得超生。明白了吗？就是一旦涉及到永远，它其实是诅咒。你们认为永远是祝福，是因为你们不懂什么叫永远。海德格尔曾经说过一个理念，刚才周旋毅忘说了，周旋家呀，累死我了，叫做向死而生。什么意思？叫做死亡的在场性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由于人生苦短，
所以千丝万缕的努力都会铭刻在别人的记忆里。我们的爱因为短，所以珍贵，你知道吗？我会跟我们的发小说什么？我跟你20年的交情，因为我人生特别有限，所以我跟你20年的交情，我舍不得你，这是友谊，对不对？可是我人生是无限的，我跟你20年交情算屁呀，对不对？想当年俞伯牙和钟子期一直活到现在，没准早就翻脸了。因为后面我还要跟莫扎特、贝多芬都聊聊呢。所以理解这一切，终结是一件会让你有点害怕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有暗才凸显了光，是因为有消逝，所以存在才有意义。长生不老之所以不是一件好事儿，是因为我们短暂的生命生如夏花。谢谢。是啊，我觉得是好事。为什么？你完全不理前面的人说什么。因为我特别想问对方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感受一个事情的价值，必须要在它消失的时候才能获得？为什么我们感受亲情、感受友情，只有在他们死的那一刻，我们才感受得到？为什么不是平常？好，他们要死的时候，行将就木的时候，我们的亲人离去的时候，我们的爱人消逝的时候，那一刻，我们感受到的是我们生命超有意义吗？我们感受得到的是我们的生命被爱情、被亲情盈满的那种感觉吗？不是，我们感受到的是遗憾。这是人之常情啊！无论是你活多少岁也好，还是长生不老也好，这种遗憾永远是人之常情。我们认为长生不老是好事，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有限会让我们感受到太多的遗憾了。这些遗憾不是构成我生命的意义，我宁可不要这样的意义，我宁可短暂的大家一起无聊下去，久一点，再久一点。谢谢，谢谢。那让潇潇说啊，我觉得他们那个马薇这个价值上的有点高，就是他们对面，就是甜甜刚才说的那个什么，一个人的时候他要当神，他说我们这边都不想长生不老嘛。但是甜甜，你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你们那边的人都是想长生不老的，当只有你一个人长生不老的时候，你当不了神，你知道你会当什么吗？被另外那些长生不老的人把你打包上交给国家，你知道吗？你就因为大家都想长生不老，我们要研究你为什么可以长生不老。你当不了神，你就去当实验室的小白鼠吧，你还长生不老？我的妈呀！我觉得长生不老就意味着你也同时会承受更大的伤害和痛苦，而且如果所有的人都像对面一样积极的面对生活，那是好的。但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是有拖延症的，就是本来就是有限的生命里，他们都不把时间当回事儿；无限的生命里，我更不把时间当回事儿，就没有什么一年之计在于春这样子的东西了。尤其是艾丽，还给你创造一个什么金币时间管理法，你卖不出去了，时间是有限的，我跟你说。哎呀，我跟你们说。我最近真的也是一个不小心，就是染上一个看书的坏习惯。就是我觉得我看了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很对啦，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像陨石，那既然终将陨落，就让我们纵情燃烧。谢谢。好，我们就讨论到这儿吧，好吗？然后我特别想听听。3位导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尤其是他们会不会因为这个讨论而改变自己最初的立场？我们现在看看，反方是70，正方是30。佩岑小姐，你会改变吗？我本来有一点点想改变，因为我原本听了博邦尼一直告诉我们说，哇，如果长生不老就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但是我后来又想一想，或者是如果我本来很想要做演员，然后我长生不老，我就一定可以拿到这个讲座。但我后来想，如果我长生不老了，可是我还是拿不到这个讲座呢？那如果我长生不老，我还是不能掌握人生呢？那我想掌握人生，不能因为时间有限而就有借口。我要掌握人生，我现在就应该要可以掌握人生。给我好长的时间，我还不能的时候，然后我又死不了，那我不是很难过吗？那我就会发现，
好笨。那或者是 Michael Jordan 打篮球，你就觉得他高尔夫球，因为他可以活很久，就可以打很好。可是你反而告诉 Michael Jordan 说，原来你不能打高尔夫球，那他是不是很伤心？我本来以为我什么都可以，结果时间证明你不是这样子的。那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的人生还能不能那么快乐。好，谢谢。所以你坚持立场是吗？不是好事。金姐，你看起来很凝重。我知道，作为一位女神，今天你被一位神婆抢了风头。不是，因为我在考虑整个在辩论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我们谈一个话题，就是辩论这个什么生命跟长不长寿的时候，那好，我们是完全站这个概念上玩这个概念游戏呢，还是谈论到这个生命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其实我觉得生命有两个层面，一个精神和灵魂层面和一个肉体层面，对吧？那如果我们谈的所有的话题、观点都结合我们生活的话，我为什么产生我的观点是好事儿呢？因为我们太受到时间的牵连。所以现在人类社会的矛盾，一切生活发生的，就是我们所有的现象都不满足、不高兴，都是因为时间造成的。时间压缩了，挤出了人们最贪婪的一面和欲望，这个欲望就扰乱了整个社会的规矩。如果说我们能有时间，再给点时间的话，我估计可能欲望会缩小一点点，欲望也会平均分配一点点，那可能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环境会好一点点。但如果你跳到精神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每个人都在循环往复的重复的生命，没有结束。咱们经常说一句话，时间是有限的，生命是无限的。树长出来以后，长几千年的树，它有一天还会消失掉，新的树芽再长起来。那这个过程，时间给了我们什么？时间给了我们邦尼所说的，我们有很充分的选择权。如果咱们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结合来讲，对我们现实人的生活节奏状态量是不是件好事的话，我觉得有时间都是件好的事情。我还是坚称是好的事情。谢谢。潘勇哥。我们讨论所有虚无缥缈的题目的时候，最后都是为了落实到真实生活来检视我们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这个是我对这个题目的态度。所以我现在开始讲为什么反对长生不老。Birthday Girl 范甜甜小姐，这个是一个什么？粉笔擦。粉笔擦。这个粉笔擦如果变成了100倍大，它变成什么？大粉笔擦。大粉笔擦。巨型粉笔擦。谢谢你回答我。一个粉笔擦变成100倍大或者1000倍大，它就是一个大粉笔擦或者更大的粉笔擦。我们人类从100岁变成1000岁，变成1万岁，我们还是人类，我们不会变成神仙的。谁告诉你长生不老会变成神仙的？所以脑限制，这就是要开脑限制，对。所以刚才呢，甜甜的表现刚好。因为他今天过生日，我不应该扫兴啊！他爱当神仙就当神仙吧。可是刚好就是因为长生不老失去了时间的限度之后呢，他们会不得已寻找一些不属于人类该有的狂想，比方说想象自己是神这件事。你这么博学，你读过希腊神话吧？希腊神话里面是神仙吧？神仙他们怎么了？他们痛苦不快乐。变成别的东西，做尽所有坏事。为什么希腊神话会长成这个样子？因为希腊神话是人写的，希腊神话不是神仙写的。我们人就只能想象人的事情，所以我们写希腊神话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人的七情六欲，我们想不到神仙那块，因为我们不会变成神仙。所以长生不老只是一个粉笔擦变成100倍这个概念，就是我们会变成活很久的人类，我们不会忽然质变成了神仙。你可以相信神话里面，白蛇会因为活1000年变成了人类，乌龟会因为活1000年变成了人类，可是人类活1000年还是人类啊！我们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回事情。马东刚才讲了一个有趣的事情，说如果有时间，他想去探索时间的源头是什么。我不知道你长生不老之后探索得到探索不到，可是我担心的是你承受不了。我最喜欢的导演之一，《教父》的导演 Francis Coppola， 他有一次被人家问说，如果你跟浮士德一样，你可以跟魔鬼签约，把你的灵魂卖给浮士德，然后浮士德答应你一个条件。科波拉导演，你要什么？科波拉说，我想要全宇宙所有的知识。然后他接下来讲了一句话说，可是我恐怕承受不了。你可以得到，可是人类承受不了。你可以去掉你脑部的限制，
你未必承受得了。所以马东如果有空去探索时间的尽头，探索成功后，发现时间是这么回事情，是否承受得了，这个要再商量。我就是一个有拖延症的人哈，我刚好是因为人生有限，我才不敢常常拖延，可是我还是很爱拖。我现在如果人生无限，我拖给你看，我一次奇葩说都不会来录的，你一集都看不到。我永远都在想说，干嘛这礼拜录啊？为什么不800年以后再录就好了？就是，然后呢，观众不会点击看奇葩说，为什么？因为他会想说，放在那儿又不会消失，我2000年后再看就好了。我先看《盗墓笔记》吧。然后我再看超模的节目，我都看，反正我们都是爱奇艺的。你没有时间限制，你不会做抉择。我看过一个吸血鬼的电影，那个吸血鬼望着人类，然后旁边一个吸血鬼来问他，比方说侯佩岑跟我都是吸血鬼，侯佩岑问我说：“你作为一个长生不死的吸血鬼，你干嘛那么爱人类啊？”我就回答侯佩岑说：“你看他们每件事都那么着急，我真的好羡慕他们，就是着急是他们羡慕的事情，时间有限你才急着去做。所以我们中文有一句很简单的话：我们活着老是在抱怨没有意义，每天上班好辛苦有什么意义？结婚生子照顾小孩好辛苦有什么意义？我们很喜欢讲没有意义，直到哪一秒钟，我们忽然发现每件事情都有意义。就是我跟你说，哎，你有一天会死。”你忽然醒过来说，现在做的每件事都太有意义了，吃汉堡也有意义，养孩子也有意义，把屎把尿孝顺父母都有意义，因为你不做就来不及了。所以呢，反差变成100倍大，他不会满意的，他会说我要变1000倍，你给他变1000倍，他说我要变10000倍。所以今天博邦尼讲话的时候，我特别要制止他的原因是，百邦尼跟我一样是作者，我们写作的人永远都要想清楚我们为什么创作，就是当你故意美化长生不老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太天真了。你刚刚说我们会享受那个过程，我们不会的。你一颗糖放在嘴巴里面10分钟，你也许觉得甜；放200年，你还会觉得甜吗？就是那太可怕了，那糖就整个烂在你的嘴巴里面了。所以我很怕这种鼓吹说啊，那我们100岁不够，我们活200岁好不好？那我们的节目做不完了，我们下次会做，那我们活350岁吧。接下来800岁，2000岁。我们最后就会变成长生不老的人，长生不老解决不了我们现在问题，所以不要故意把一切的问题丢给我们现在时间有限。秦始皇活了50年而已，你看他做了多少事？你站在兵马俑前面的时候，你会赞叹说，这恐怕是所有皇帝当中效率最高的一个皇帝了。他最渴望长生不老，他离长生不老最遥远。他那么短的生命，他做了好多事，他不优秀吗？生命的有限，把他所有的能力都逼出来，他才在1秒钟间燃烧、绽放光芒。所以，会绽放光芒的生命是有限的生命。潘永国说的特别精彩。我作为一个议长啊，其实我从来不参与这个辩论，但是今天这个话题，我想选择一方，而且我想选择的是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你承受得了吗？我们这话题谈了特别多，从三体到量子态，我们谈论了很多时间和空间的。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今天这世界什么样，咱们不用聊，因为所有高的维度都是理论物理的范畴，生死同在的量子态，它不存在于我们今天每个人生活的世界上，这是第一。第二是，我特别想问今天在现场的每一位观众，我们有谁是相信我们真的会长生不老的？除了这个过生日的人之外，他停药了，所以我可以原谅他。如果我们都真的不相信这件事情，他就给了我们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个世界上，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一定有好有坏，那长生不老到底是好多还是不好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到底是好事儿还是不是好事儿？如果长生不老求之而不可得，那对于我们所有有追求和梦想的人类来说，
它是不是更多的是一件好事儿？我觉得，在马薇薇也好，包括最后康永哥所说的所有的论据当中，一个重要的混淆是你们把永恒和永远以及和长生不老混在一起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一个最美妙的地方，我们说长生不老不是不死，对，你会从楼上掉下来，你会撞火车。反过来说，我觉得长生不老是一件好事儿，对我有一个最大魅力的地方，我可以有选择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间和方式。对啊，忘记讲这个了。如果我愿意活，我可以永远活下去，那我一定会向死而生，因为我可以选择撞在火车上和从楼上掉下来。我一定会选择一个我自己认为最美好的时候去结束我的生命。对，在这个意义上，长生不老对我是一件好事。这个话题里面，长生不老对我是一件好事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我是议长，所以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我发言之后，你们就不再有机会齐膝和辩驳我了。好了，投票吧。我们请现场100位观众用你们手中的红蓝键来选择长生不老到底是不是一件好事，请选择。哎呦，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好话题，就是虽然玄哈，但是如果奇葩说都不去谈玄的话题，那么这些玄的话题交给谁说呢？我们总要对社会有些责任嘛。Open Marriage， 一种前卫的两性相处模式，一种自由人生的终极宣言。Open Marriage， 凿开的是枷锁，解放的是天性。纸牌屋里的弗朗西斯与克莱尔永远的战友，什么小三小四随便上，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这简直就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终极真爱模式。牛皮闪闪忍不住赞，林徽因奶奶一生辗转于3个学霸又帅气的男人之间，哪一个不是无数少女心目中的韩剧欧巴？梁思成爷爷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爱他爱的死心塌地。再好的 marriage 也抵不过爱情保质期。Lover 与 couple 永远不是同一个意思。出了房门，你有你的暖男云备胎，我有我的绿茶见。关上家门，我们还是相亲相爱的生活小伙伴。可这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feel？ 难道不就是打着自由之名行约之实吗？你真的能做到看见一个陌生人躺在他身边，还能说句你接着吗？再从外面把门带上吗？我们不是上帝，不能 love everyone， 也没有陈老师的魄力，爱谁就能坦荡荡的啪啪谁，还是学学天后王菲，爱就勇敢在一起，不爱就放各自一条生路。如果是你，你能接受 open marriage 吗？你最怕谁？马薇薇啊，还用说呀？潇潇战斗力也很强啊。你俩能不能有点志气11，据说是个直男，长得有点小可爱的。人薇薇姐好像挺喜欢你，你应该对薇薇姐挺。这样的吗？薇薇姐喜欢我，导演替我传个话，结果让她死了这条心，让她死了这条心。我觉得陶然就应该对付艾丽。对，艾丽就是正能量太强啊，正能量小王子。不是，是因为艾丽是直男，因为你长得好看，你可以上去用你的美色征服她。没有，不会的，我是我那种不用瘦的人嘛，陶然还行是吧？反正比马薇漂亮。那不可能，漂亮的人，不可能！你要把自己性格当中好的那一面展现出来。大妞那种爽快，就是留下会，对，坐怀不乱，让他坐我腿上讲，对，就这儿擦干净了。啥都没开始呢，你前已经站上了。那这样的话，我就这样说吧，我们老选手是不应该去欺负新选手的。对。所以如果说陶然真的说是坐到了这个艾丽的腿上的话，我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吃亏，我一定会爬到11身上去。我们再次重申，这是辩题双方的立场。好，那我们现场观众，你能接受吗？红键正方接受，蓝键反方不接受，请按键。第一阶段，新奇葩入选大逃杀，将从18位新奇葩中选定9位，进入第2阶段的新老奇葩大混战。本阶段共6场大战，每场3老 V 3新，
新奇葩获胜则3人中晋级1名，败北则淘汰1名。观众用啪啪钮为选手投票，红正蓝反，胜负由初始投票和最终投票对比产生的跑票数量决定。3、2、1，31比69。再次提醒大家，这个话题是一个辩论题目，而不是在提倡或反对什么，可以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面，2位导师如何来选择呢？女士优先。我先选啊，我肯定选的是反方的，不接受的。我觉得没那个时间成本，负担不了。这是我个人观点。我觉得，而且我觉得 open marriage 就是感觉是一个很让人吃惊的、很独到的这么一个观点，但是其实操作性不强。那蔡团长，这个我给您一个特权吧，您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我选择接受。自由意志啊！我选择接受呢，也刚好就呼应了金星刚才的论点。是，我认为社会会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常常抱着不切实际的想法，所以何妨讨论一下嘞？是的。漂亮。黄老师，这里还有我事儿呢。当然不，这个好，就请您来了，怎么也得让您为难一下。您觉得，您选择的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的立场？而其实不是您接受不接受。我说的就是自己心里想的想法。真想法就是不接受。不接受。我这个理由呢，跟金星老师一样，一个就够麻烦，你还弄几个呀？你想死啊你！不仅你们2个人都想得开，而且你们俩的玩伴都得想得开，街坊四邻都得想得开，全社会都得想得开。为什么刚才金星说操作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就认为金星讲的是个理念？可是黄健翔一说操作上有困难的时候，我心里面想就说，原来他试过了。好，那我们阵营已经分清楚了，2位不接受，1位自由意志选择了接受。看我们拭目以待。这次要你们先说话。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留更多的机会给其实并不好说的正方。谁先说？我先。小肖。首先我必须说，我抽到这个辩题，其实我挺无语的，因为我的乳金宝贝以前说过，他最讨厌抽到情爱的题。那我呢是最讨厌抽到婚恋的题。我无数次的在这个舞台上表达过，我不想结婚，我不想要 marriage， 为什么？影响我 open。但是今天呢，抽到这个题，我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判断，单纯的从它的风险性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风险太大。我不是要告诉你们脏，我不想让你们觉得从第1季到第2季我一点进步都没有，只会说这个字，虽然我是真的觉得很脏。好，什么风险太大？就是这件事情不太可能2口子一拍即合，大家懂我什么意思吗？就不太可能有一天早上我突然醒来，我告诉我老婆马薇、潇潇，咱们 open marriage 吧。哦耶！怎么这么土的夫妻啊？哦耶嘞！所以才能结合嘛，土到一半去了。憋成什么样了？为这么达成一致都熬夜一下。对，好，所以这样的可能性是很小的。那说的那方要承担一个什么样的风险？比如说，一个女生，她老公告诉她老婆，我们 open marriage 吧，你出去找男人试试。这个时候，这个女人的想法一般都是我老公是逼着我出去给他戴绿帽子，一般会觉得自己老公很牛，人是不太可能存在在这个社会上的。我们说完这个观念之后呢，我们再说另外一件事情。很可怕的一点是，爱和性不太容易分得开。我们2个制定一个条约，我们 open marriage， 彼此不能欺骗对方的感情，但是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单方面的撕毁条约。比如说，我出去 open 了，我找到一个人，他给了我，这个时候我很容易爱上他，因为人毕竟不是动物，
大家相信。你是有多久都没有一次就爱上人？很多次都有可能啊。看得出来，黄老师的婚姻生活还是很美满的嘛。好，在这里呢，如果我爱上了这个人，那相当于我单方面的撕毁条约，我们的 open marriage 就不成立了。大家相信我，摩擦真的是魔鬼的步伐。最后，我再给这些性需求极大的朋友一个最甜美的建议，那就是最适合你们的不是咱们结婚吧，而是咱们 open 吧。谢谢大家。我现在肯定我让他们先说话是对的。怎么说？因为他可以露出更多的破绽。让其实本来处在弱势一方的有更多的机会啊。好，我们这个正方啊。刚才潇潇老师谈了2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如果你在一段婚姻中到一半，你老公跟你说我想跟你开放式婚姻，逼你去开放婚姻，但是你不愿意，这是一种什么情况？这其实是你老公在逼你啊。就算他不跟你提开放式，他还是会去出轨啊。所以我认为他这个问题并不是开放式去制造的，而是你的婚姻本来就有问题，开放式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第二个观点就是性与爱能不能分开？恰好我写过《红楼梦》，《红楼梦》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林黛玉和贾宝玉，他们是不是一生挚爱？但是贾宝玉有搞过林黛玉吗？没有，不但没有搞过她，对她连性幻想都没有。他的性幻想是什么人呢？是薛宝钗。他搞过袭人，也有情中，性向非常开放，但他一生挚爱还是林黛玉。他活生生证明性和爱是可以分开的。为什么婚内我们接受性爱分开？因为我们太明白夫妻是什么。夫妻是什么？夫妻是战友，你们俩是过命的交情。友是什么？你们是过手的交情。虽然我们都是交情，但这个情分不一样啊。因为你千万个永远替代不了那个跟你扛生死的那个战友，因为你知道他只有一个。下面我又回到我们的主要观点，我们今天观点是什么？是接受。对不起大家，我们谈的不是赞美、崇拜或者让你去试，我们谈的是接受。打开你的那个心门，把你的观念放开一点点，在你思想体系里面留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给这个词开放式婚姻。我不是同性恋，但是我接受同性恋。我不喜欢 SM， 也许喜欢了，但是我接受别人去喜欢 SM， 我是叶公好龙式的喜欢。看到我们今天这个舞台上，我们有人是一样的吗？我们每个人都不同，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谱，为什么我们非要去靠同一个谱呢？难道我们就不能每人去制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谱吗？难道我们不就能有谱、有劲儿、有范儿吗？然后还想跟大家说，如果说你说我不愿意接受，我反对开放式婚姻，你反对的到底是什么？是因为它不道德、不忠贞、不稳定吗？还仅仅是因为他们跟你不一样？最后我想谈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是有道德底线的，就是我的大神李银河老师，他有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3原则，就3个字，第一个字叫成年，第2个字叫自愿，第3个词叫私密。一对成年夫妻，他们心甘情愿，双方自愿啊，在婚前说好，我们达成一个契约，然后打开卧室的小门去搞 open marriage。我就想，很清新的、很可爱的，然后很微弱的问一下，关你屁事？谢谢大家。我的开头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他说话，我心里面很舒服，就是他像站在你旁边的一个朋友，而且轻声细语，他也声音也不尖。你舒服主要就是你舒服主要就是因为你想 open marriage。关你屁事！我同意关我屁事，但是确实是你想了，是关我屁事。咱们能不能喝一杯雅哈咖啡，愉快的聊天？现在55了，来。反方马薇薇，哎呦，气势不在了，邦尼上来先讲了一个非常不恰当的例子，就是宝玉、黛玉和宝钗。什么意思呢？如果宝玉、黛玉和宝钗他们之间能够接受先进而 open 的 open marriage 的话，那么当并不爱宝钗的宝玉跟宝钗洞房的时候，林黛玉干嘛气得吐血而亡啊？他作为一个非常 open 的精神伴侣，应该默默地说一声“哦耶”。所以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真的去把肉体和灵魂完全割离的时候，在现实生活中只能得到吐血而亡的结局。好，那么刚才邦尼其实问了一个我们
几位导师、现场观众，甚至是网上所有的观众都很关心的问题，就是 open marriage， 它到底伤害了谁？它做错了什么？因为我们一直的观点是，仅仅是不同，那不叫错。所以我们认为同性恋不是错，它只是跟我们不同而已，它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把 open marriage 把它跟同志、跟 SM 并行的话，这对同志和 SM 是不公平的，因为前两者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他们只是生而不同，但是他享有跟我们一样的权利。但是 open marriage 它伤害了一个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社会基础呢？就是爱。请注意，任何 marriage 都是要以爱为基础的。那么性是怎么消解爱的呢？我不跟你讲道德，我跟你讲档期不合。什么意思？假设我们的甜甜跟我们的思达是一对精神上深深相爱的灵魂伴侣，他们经过了漫长10年的相处，忽然没有了生活，这也可以理解嘛，太熟悉，不太乐意了啊。好，这个时候他们就想，那我们 open marriage 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呐，对不对？一商量，我们决定 open marriage 了。好，这个时候我们非常 open 的 wife 甜甜忽然就约上了花溪。OK， 好，甜甜会怎么选男人的？我们的选择相当有限，你认真看一看。好，这个时候我们非常 open 的思达就也只能选择如今了。你们这边选择太有限了，太有限了。好，但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都红了，工作很忙，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有一天，当甜甜跟花溪正在一起的时候，把你俩手放开，对不对？好，思达一个人在家。一个人在家别乱约。他虽然想约如晶，但是我们知道如晶很红，档期很忙，工作很多，对不对？这个时候如晶没空了。他虽然想跟甜甜有一下属灵的追求，架不住他 open 的 wife 正在有着属欲的追求。于是乎，你也不能孤独的属灵，怎么办呢？再储备一个新的吧，对不对？好，他就非常。这回他就非常幸运的约到了我们的潇潇，对不对？好，这回终于找对了。这回终于找对了。可是当他们俩约上的时候，你们能想象刚才那样一个混乱的场面之中，他们两个还真的能有爱情吗？你1年365天。你在不停地数着玉，但你相信你永远的爱着那个无法跟你活的人，你是怎么相信的？你是怎么相信的？一会儿你们必须给我回答这个问题。各位把姿势卸了吧。好，所以一会儿你们必须把这个问题给我回答了。来，大家呢先从马薇薇这个疯狂淫乱的群 party 把自己摘出来啊！马薇薇呢刚才给这个开放式婚姻扣了一个非常疯狂的帽子，认为开放式婚姻就是这帮人跟牲口似的，天天不干别的就是干。像刚才潇潇说，风险大。为什么风险大？因为你很难找到2个人同时说认可我们彼此的关系。OK 呀，你可以不认可呀，因为你素质低呀。比方说，我和马薇薇结婚了，我们有这个共识，我们都同意彼此出去。这个时候卷入我们这个婚姻关系当中的所有人都要认同我们的关系。比方说，我虽然跟你但是我是为了跟你我不会因为你而离婚。所以这要求什么？要求我们的个人素质要非常的高，对吧？是这个意思吧？并且大家一定要学会一个终极的问题，就是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选择开放式婚姻，不是为了乱，而是为了在各自爽翻之后回到家还能有一个真爱，明白了吗 ？Open marriage， 那个 open 啊。并不全然在于出去，不是个性的。这个 open 这件事情是说，我们不锁定了一夫一妻，互相只忠贞于对方的所有事情。这个所有事情包括了是不是跟你牵手，是不是跟你接吻，
是不是跟你约会，是不是跟你上床。所以这每一个不同的程度都被我们放在开放式的婚姻的界定当中啊。所以请不要再一直用这个事情来作为唯一界定是开放式婚姻的方法。对，是的，那不开放它干嘛呀？你怎么憋不住了？你怎么忽然冒出一句内心的心声出来了？还是你高级？或者我让我们回到问题本身，我们的问题是接受和不接受。接受和不接受就有自己内心的标准。我们从这个角度，看看能不能进行一个更多的交流，好吗？好啊。来，刚才对方说的特别好，但是我不接受，我自己不会有，我也不会接受别人。我现在当然都是理由啊，我就讲一下爱与婚姻本身。我们说的是 open marriage， 不是 open love。marriage 婚姻从来就不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好，你们俩接受了，上有老下有小，那些人能不能接受？我们要考虑，在你签这个所谓的协议之前，你父母估计很难接受，最难接受就是你爸或者你妈有那里面的大妈大爷告诉，哎，你的儿媳妇儿最近和那个隔壁老王怎么样，隔壁老张怎么样，所以说你得考虑你爸你妈的感受，不能接受。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将来你们有孩子，孩子的感受怎么接受呢？好，我先想说一下，其实 open marriage 不是一个新的观点，早就有。Open marriage 最影响的是我们社会最核心的单元，就是家庭。我们说家和万事兴，如果家彻底就乱了，这个国家就完了。罗马的末期和唐朝的末期都是 open marriage， 大家都看了，对吧？哈。最后再讲，现在我们所谓的 open marriage 来自于西方，它的简写是 OM， 我觉得后面加一个 G，OMG，Oh my God，this is fucking crazy， 真的非常非常的可怕。刚才放的 Francis 和 Claire 的这个影视剧里面的例子，它也只是在剧里面。你看美国真实的克林顿和莱文斯基，到现在关于婚姻出现问题的话，还是在去讨论。所以我们不能总是好像西方有一些所谓的精华的东西就去取，其实那是糟粕。我认为你要么就 open， 要么你就 marriage。婚前你随便嗨。婚后咱得乖，否则你就别结婚。婚姻是什么？婚姻是我阉割我的自由，给你一份心安，陪你到白头，一生的陪伴，这才是真正有范儿的婚姻。非常感谢，谢谢。当然，首先，其实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是不是存在天生就多爱？天生就无法爱一个人的人，是不是存在一个人可以同时爱上3、4个人的情况？是，对不对？所以，我想说，对不起大家，我们这边可能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至少我是。但是在现在社会现行的婚姻制度中，对吧？我们能选的只有3种选择。要么不结婚，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啊；要么不结婚，要么结婚，可是我天生多爱，我得出去偷腥；要么就是 open marriage。可是艾利哥长这么帅，我好难过。你跟我说，我就是不接受 open marriage。那好，那就跟同性恋婚姻一样，对吧？不一样。好，我不讨论你说是不是天生就是同性恋这一点，我只说在婚姻制度上，对吧？同性恋现在在我国，我们不可否认，他要不然就2个人不结婚，要不然就是行婚，形式上的婚姻，要不然就是同性恋婚姻合法化。可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能接受，就是至少制度上还不能接受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就导致我们把所有的这样的同志向前2个选择推呀。多么残酷啊，对不对？但是至少他们还是有婚姻形式的，而我们呢？我们这种人怎么办？对吧？我们怎么选都很凶残。我有需求，可是我这样一个人，我别结婚了，我就拔刀戳自己一下，我自己解决算了，我别结婚了。可是不行，万一有的人是我这样的人，他又自私，他选择去结婚，对吧？我跟你结婚了。但是我可能过了那么多年，我没有那么爱你了。我外面和别人，就相当于又拔刀插了你一下，你疼不疼啊？那我就杀了你。是。那我想请问在座的大家，我们这样的人在社会上多不多？不多。就像同性恋在这个社会上多不多？它可能也不是主流，但是我们讲的现在社会文明讲究2个字：包容。我谈的包容是你们可以不选择。但是你们接受我们选择，所以我想恳请在座的大家，如果你们不选择 open marriage， 可以
请你理解我们选择 open marriage。如果你们不选择，没关系，请包容我们选择。如果你们实在不能理解，我就是不选择，请不要压迫我们选择。我说一个问题哈，其实可能我现在开始反思我们出这道题的问题，因为如果按照我们对这个问题应该讨论的范畴，集中在成年、自愿、隐私基础上，我们不应该在这么一个公众场合和一个媒体上去讨论这个话题。邦尼坚持住了自己的立场，我们讨论的是接受还是不接受。11失去了这个立场，开始用高级低级去形容这件事情。陶然犯了第2个错误，试图引起大众的共情，就是大家都来体会体会我们。但是这个共情的基础不存在，因为它其实只是，它无论怎么说，在今天的社会，或者说在今天世界上的任何社会，它都是一个少数人的需求。所以你们选择了2个特别陡峭的角度，而且你们用了感性的方式去讨论这个问题。这个话题，你们赢的唯一一条路就是保持足够的理性。这样，我们反方马薇薇，正方邦尼再做各自的一次总结，可以吗 ？OK。我们会发现啊，就是女权主义的先锋波伏娃和萨特，他们是公认的真爱伴侣，对不对？对。好，但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2个没结婚，一辈子都没有结婚。好，这个时候他们都有各自以外的情人。就是最爱之外的情人，对，所以我们会说这是一段非常 open 的 relationship， 但是我们不会说它是 open marriage， 它是开放式关系，而不是开放式婚姻。对，它是开放式关系，而不是开放式婚姻。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了，这么先锋、这么女权的人，为什么他们不用一段婚姻去证明婚姻本身也能开放、也能包容呢？它意味着 open 和 marriage 之间可能会有一种本质的冲突。是的，这个讲得很好。今天我们来探讨这个议题的意义就在于这2个东西的内核有没有冲突。如果我们能证明它们的内核是有冲突的，那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它，对不对？好，我为什么一直特别反对把同志、SM 甚至一些比较其他的小众的恋爱方式来跟这个做类比的，在于什么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叫做现存的社会法律没有给他们一个出口。什么意思？就人家同志明明爱得很深，你不让人家结婚，没有让人家有一个合理的终身保障，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必须挺同志反歧视。可是你知道吗？当你想要爱很多人的时候，你凭什么去要求用一段稳固的婚姻关系去保障你爱很多人的这种贪心呢？他们俩的内核就在于婚姻的意义在于稳定，而多爱的价值在于多变而浪漫。你同时在要求2个矛盾的东西，而矛盾的东西不是不道德，它是不存在，明白吗？所以你要求，所以我们说不接受，是人永远不可能接受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这个逻辑就自圆其说回来了。其实刚才大家讨论我们该不该来这里讨论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特色是什么？我们中国特色是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别的地方是观念走在前面，事实走在后边。但我们中国恰恰相反，我们是事实走在前面，观念走在后边。所以我觉得我们才有讨论的这种必要啊，也是这个舞台最可贵的地方。然后刚才薇薇姐一直在谈一个话题，我觉得谈得非常棒。她就说，我觉得开放式婚姻其实动摇了整个社会的基础，因为这社会基础是爱嘛。我就想说一个颠覆性的观点给大家听啊，就是我们可能不了解啊，在这个世界上，一夫一妻制，我们所认为这个体制，并不是唯一的真理。就在现在的人类社会，还有一夫多妻制、一妻多夫制、多夫多妻制的这种社会，难道他们的社会基础就不是爱吗？然后他们就不能运行吗？肯定也是可以去运行的，对吧？然后他说婚姻的这个本质是稳定，但是都开放式婚姻，它因为开了一个小口子，所以让它不稳定。我恰恰认为不是这样，我觉得婚姻最大的不稳定就是一揽子买卖。我告诉你，性、
爱、事业、家庭全部绑在一起，所以我性得不到满足，我就失去你的爱，我的爱被动摇了，我就没有家庭，我家庭动摇了，我事业没有了，所以全部完蛋。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个东西，当然是理想化的切分开，性管性，爱管我爱，家庭管家庭。是吧？责任管责任，然后我事业管事业，然后我在这个性这地方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悄悄挪动一块块，我这大板块还在，我75%还在啊！而且刚刚他讲了一个很好听的例子是波伏娃和萨特嘛，我也想讲一个很好听的例子，就是有电影叫《万物理论》，里边有一个人是那个霍金嘛，然后他离病了以后，他的老婆对不对？后来找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回来承担他的这个做丈夫的责任，他们有没有性爱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也知道在这段 open marriage 里，3个人都很幸福，3个人都很开心。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有句话特别打动我，他说：“我很快乐，我们很快乐，我们3个人很快乐，但你却问我正不正常。”然后最后我想回答老师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操作性？我还是很理想化，在谈一个话题，就大家看过那个电影《50度灰》嘛，讲 SM 的嘛。而我们俩有 SM 的这个兴趣爱好，我们走到一起怎么办？首先，我们俩确定我们俩都想。第二呢，我们就开始签合约，合约里包括我们要多少次，我们以什么体位，什么样的东西你能接受，你不能接受，还有最重要的一个奖惩制度，还有什么？还有安全词。就如果你真的觉得很痛，你不能接受，你喊那个安全词，我就可以停。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开放性关系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也有合同，我们有奖惩制度，我们还有安全词，然后在一个很安全、很稳定，然后很自由的一个方式里面去谈论这个开放式婚姻。我知道大家都不能接受开放式婚姻，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想去成为一个去开放式婚姻的人。但我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恰恰认为大家应该去接受开放式婚姻。为什么？因为一旦这个观念普及了，开放人去找开放的人，保守人去找保守的人，尘归尘，土归土，吃素的人去吃素，吃荤的人去吃荤，让所有思想淫荡、身体解放的人都一起去，让大灰狼去大灰狼，小白兔去小白兔。谢谢大家。虽然我是那个什么反方的，但是我这段说的很漂亮。这样我们请3位这个导师站在自己立场上的这个结案陈词吧。好，从一开始金星老师说这个很麻烦、难以执行的时候，我其实就同意。我觉得任何要做一个不符合现状的开拓性的动作，都挺麻烦的。结婚也很麻烦，离婚也很麻烦，维持婚姻也非常麻烦。我们在座4位当中，只有我一个人没有在婚姻状态中。你们3位绝对会同意我刚刚讲，就是黄健翔刚刚一开始就说了，维持一个已经麻烦死了，还给我搞那么多个，所以婚姻是很麻烦的，要让婚姻继续下去，费尽心力。所以呢，我刚好要回答马薇薇这句话，就是你刚才的发言都很漂亮，有一点点的问题是，你把婚姻捧得太高了啊。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座各位觉得监狱制度很了不起吗？我觉得监狱制度在大部分我们以常识判断说是挺蠢的，就是他犯错了，然后我们把他放进去，喂他吃饭，把他养好，怕他死掉，让他跟其他囚犯有更多沟通的机会。这听起来是一个很荒谬的设计吧？我们再没有想出更好的办法来，监狱会继续存在。婚姻对我来讲是一样的事情，就是婚姻是一个我们想不出更好的维持稳定的方法之前，我们想出来的一个仅有的办法。然后为了要让婚姻存在，我们费尽心力。我告诉大家，不要说法国有4种婚姻状态了，我告诉大家，你们认得的人当中有哪些事情好了。爸爸妈妈有没有分房睡的？有吧？好，分房睡在过去的婚姻当中，长辈会认为你们疯了吗？夫妻怎么可以分房睡？他打呼打到我睡不着，我每天晚上失眠，我只好分房睡。好，分房睡发生了。分房睡之后2个人合不来，可是我不想要在小孩面前表示爸爸妈妈已经离婚了，我们分居吧，就分居了。在座各位的家里有人分居的吧？有人家里分房睡的，有人分居的，所以表示我们在婚姻的大牢笼底下，我们努力的做各种的改变，只是希望能够维持住这个婚姻而已。而开放式的婚姻是这么多努力当中不得已的一种。那我们这些作为接受者的立场，也无非是因为我们理解婚姻充满了众多的无奈，充满了众多需要努力的部分，这是其中的努力的一种方向而已。我接受开放式的关系，但我还是不能接受开放式的婚姻。我觉得爱情的美妙是把2个人有志趣相同的人放到了一起，然后这个时候2个人做出一个理智的选择，就是我们要签一个契约，进入一个婚姻状态，同时我们要割舍到一段自己的自由。
选择和放弃在生活当中永远是需要勇气的。当你这份选择这个契约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婚姻的时候，你肯定要割舍掉我的情感、我的需求、我的那份自由要割舍掉的，这是个婚姻的基础。所以我最简单的人，我接受 open 的关系，但我不接受 open 的 marriage。marriage 就是不可违逆，不可违逆的，对。建祥兄，我可以反转我现在的立场吗？可以，可以啊，可以，可以啊。哦，因为我们过去都做过这种事情，是吧？可以反转。说实话，这个话题呢，对于这个这边呢很难辩，而通常呢，在道德上更安全的一方，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方，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辩论起来是比较占便宜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其实更宁愿站在少数人那边。意思是，到底是不是人类的终极的婚姻制度？也许再过200年，我们回头看这个节目，大家会觉得很可笑。但是我们也不知道，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办？也许每个人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愿去做。尤其是康永兄的这一番非常平静的陈词，里边却有非常打动人的力量，以至于我决定，我其实挺愿意接受 open marriage。我得说说，其实今天我这期节目我挺担心的，我觉得那个哔哔声会此起彼伏，就是在我们整个节目播出的时候，但是后来康永兄的那番话，说服了我。尤其是后来我们双方的交流状态，尤其是当马薇薇从一个会跳到碗里的豆的形象，吃了 MM 巧克力豆的形象，转化成一个把自己的知识储备拿来和邦尼进行交流的时候，我觉得这期节目的意义或者它的作用就出现了。所以，我们还是能好好聊天的。